这次课讲老子的政治哲学。老子自然无为的天之道落到社会政治层面，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天地是没有仁慈的，他对待万事万物就像对待刍狗一样，任凭万物自生自灭。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，古代专用于祭祀之中，祭祀完毕就把它扔掉或烧掉。刍狗比喻轻贱无用的东西。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圣人也是没有仁爱的，也同样像对待刍狗那样对待百姓，任凭人们自作自息。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。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我无为，人民就自我化育；我好静，人民自然道德端正；我无事，人民就自然富足；我无欲，人民就自然淳朴。只要统治者不折腾，少一点欲望，少一点作为，对百姓听其自然，百姓自然就能够回归淳朴，能够富裕起来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治国应该像煎小鱼一样，不能紧着翻腾。你紧着翻腾，那个鱼就碎了，你就小火让它自己慢慢煎着就行。治国也是这样，要爱护百姓，不打扰百姓。无为是不折腾，但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只是要遵循天道而做，遵循天道来治国。具体怎么治呢？咱们分5点来介绍：简政宽刑，轻徭薄赋，绝治欺变，反对战争。首先是简政，政令不要太多。忧惜其贵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。很少发号施令，事情办成功了，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政府的职能应该在于辅助人民，少发号施令，让人民自然的发展。惜言自然，故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惜言就是少说话，执政者应该少说话，应该对百姓少施加政令，这样才合乎自然。狂风刮不了一个早晨，暴雨下不了一整天。如果政令繁苛，就会犹如暴风骤雨，对人民造成危害，那统治就不能长久了。下一点，宽刑，反对严刑酷法。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，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天下的禁忌越多，百姓就越陷于贫穷，法令越是森严，盗贼就越是不断的增加。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刑罚太过，百姓活在恐怖之中，他们就不再怕死，你用死就吓唬不住他们了。若使民常畏死，刑罚宽松一点，不滥杀无辜，让百姓生活的幸福一些，安居乐业，衣食无忧，这样百姓就会畏惧死亡。尔为奇者，无得执而杀之，只有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才可以把他捉住杀掉。孰敢？这样的话，有谁敢图谋不轨呢？常有厮杀者杀，夫代厮杀者杀，是谓代大将浊。而且判刑杀人必须由专门的司法部门执行，如果统治者代替司法部门随意杀人，就好比代替木匠砍木头。夫代大将浊者，希有不伤其手矣。代替木匠砍木头，极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的。君王不能代替司法部门杀人，以免君王意气用事，凭喜怒随意杀人。如果随意杀人，最终就要伤到君王自己。然后是轻徭薄赋，就是徭役和赋税啊，别太重了。首先，老子对当时的统治者的横征暴敛、贪得无厌表达了愤慨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天之道是减少有余的，补给不足的，可是人之道却不是这样。人之道是减少不足的人来补给有余的人，从贫苦的百姓那里收税，来供当时的统治者挥霍。朝甚除，田甚无，仓甚虚。当时的统治者上班很迟，工作懈怠，良田荒芜，仓库空无一物。夫文采，戴利剑，宴饮食，财货有余。
但是还衣冠楚楚，腰佩宝剑，大吃大喝，钱财丰富。是为盗鱼，非盗也哉！你们这就是强盗头子，这哪里是圣人之道啊！当时的统治者横征暴敛，苛捐杂税，又建宫殿又修阴宅的，把百姓折腾得民不聊生。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老子就劝当时的统治者不要太贪得无厌。慎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后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过分的爱名利，就必定要付出代价；过于积敛财富，必定会遭致惨重的损失。所以说，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，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见危险，这样才可以保持住长久的平安。无暇其所居，无厌其所生。不要接近百姓的住所，以免惊扰百姓；不要压榨百姓的生计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政治主张下一点，绝治欺变。老子提倡应该让百姓返璞归真，断绝智慧，放弃争辩，社会就安定了。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也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也。自古以来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呢，不启发民众的巧智，而是要民众保持他们的诚朴醇厚的状态。百姓为什么难以治理，就是因为巧智太多了。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，这就是老子著名的愚民政策。老子所说的愚民，这个愚字的意思是无知、淳朴、顺自然。老子的愚虽然也包含无知的意思，但老子的无知没有贬义，不是愚昧，而是淳朴顺自然，是要大家保持一个质朴的状态。老子尤其反对儒家的覆周礼的那一套。老子说：大道废有仁义，智慧出有大伪，六亲不和有慈孝，国家混乱有忠臣。大道被废弃了，大家才提倡仁义；智巧出现了，虚伪狡诈也就随之产生了。家庭不和睦，大家才提倡慈孝；国家一乱，忠臣就出现了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仁义礼智啊，慈孝啊，忠诚啊，越是提倡这些东西，就越说明人们心中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。而且你越提倡，这个社会越乱。为什么越提倡社会越乱呢？因为你提倡的话，要么就是用嘴说，要么就是树立典型演给大家看，这样仁义礼智就由美德变成了口号，甚至会变成作秀。所以提倡这些东西会让人变得越来越虚伪，社会就会越来越乱。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陷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不推崇有才德的人，使百姓不争名逐利；不珍爱难得的财物，使百姓不去偷窃；不显耀足以引起贪心的事物，使民心不被迷乱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常使民无知无欲。因此，圣人治理国家的原则是：排空百姓的心机，填饱百姓的肚子，减弱百姓的竞争意图，增强百姓的筋骨体魄，使百姓没有智巧，没有欲望。使夫智者不敢为也，为无为则无不治。使那些有才智的人也不敢妄为生事。圣人按照无为的原则去做，办事顺应自然，天下就会太平了。最后是反对战争。老子说：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；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军队所到的地方，荆棘横生；大战之后，一定会出现荒年。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，非君子之器。兵器或者说武力啊，是不祥的东西，人们都厌恶它，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，它不是君子所推崇使用的东西。以上就是老子的几点政治主张。老子最终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呢？就是小国寡民。小国寡民，使民有食帛之气而不用。理想的国家是国土很小，人民很少，没有冲突和纠纷，纵使拥有兵器也用不着。使民重死而不远徙，没有苛刑暴政，人民也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迁徙到远方了。虽有周瑜，无所成之；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
虽然有船只车辆，也没有机会乘坐；虽然有盔甲，也没有机会去展示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，使人们重新使用结绳来记事。结绳记事就是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，人们通过在绳子上打结来记事。比如今天打了2只羊，就在绳子上系2个扣，表示2只羊。这是很原始的一种记事方法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人人恬淡寡欲，吃的虽是粗食，但觉得很甘美；穿的虽是破衣服，但觉得很漂亮；住的虽是陋室，但觉得很安逸；风俗虽然简朴，但觉得很快乐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与邻国之间彼此能听到对方的狗吠鸡鸣，但人民从生到死都不相往来。这就是老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。在他构建的理想社会中，没有战争杀戮，没有苛政压迫，人们生活自给自足，简单淳朴，丰衣足食，幸福安定。这就是无为而治的最终目标，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国。老子的治国思想就说这么多，最后咱们总结一下老子哲学。老子首先提出一个道的概念，这个道既生成了世界，又规定了世界。具体的规定呢，老子主要讨论了2方面：有无和自然无为。然后伦理学，人活着就应该模仿道的无为，顺任自然。具体就需要人寡欲无私，适度柔弱不争。然后政治哲学方面，社会治理也要模仿天道，做到无为而治。最后达成一个小国寡民的最高目标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，就需要简政宽刑，轻徭薄赋，绝治奇变，不要战争。老子哲学呢就讲到这里。